今天特别关注在乌俄战争哦，因为乌军的前线非常的努力在拼命打仗，但是后方却有奢华的贪腐丑闻爆发出来。泽伦斯基的亲信竟然收了是1亿美元的回扣。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他的心腹坐拥金马桶，现在也说潜逃到以色列去了，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乌克兰的前线现在的最新进度哦，俄军已经持续的向他们的南线扎波罗热推进了，并且拿下了2个重要的要点，逼近了扎波罗热的前线城镇，并且剩下这个奥里西夫只剩下9公里的一个距离了。乌军现在可以说是前线告急，而且主力不断的撤退。就在此刻，没有想到能源设施也大受影响。我们要来赶快看到的是乌克兰的南部敖德萨也同样是遭到俄军的袭击，尤其是现在冬天也要到了，看到他们的港口跟能源基础设施都已经受损了，将近4万户因此停电，而距离冬天现在看起来剩下1个月，但是乌克兰已经痛失了大约是1/3以上的天然气。那么乌克兰预估将会面临4年来最严峻的冬天，眼看情势都已经这么的危险了，基辅的权贵们就在战争之时，竟然是闷声发灾难财哦！我们来看到的是基辅爆出的能源部门回扣的黑幕，高达了1亿美元。涉案的这一位是谁呢？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但是其实他是很重要的核心人物，泽伦斯基的核心人物。这个叫做国王人马的明迪奇，他是泽伦斯基多年来的挚友，娱乐公司的合伙人，更是当时泽伦斯基能够当上总统大位的重要金主的造王者哦。曾经他还甚至跟泽伦斯基住在同一栋，一起庆生过，2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挚友。结果调查单位发现到他有贪污之后，是立刻到他家里去搜索，没有想到在他家里搜出了成堆的现金，豪宅内更是有奢华的金色马桶。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哦，金色马桶是用纯金打造的。于是呢，调查单位就已经决定好了，有一天要来去拘捕他。没有想到到了现场，发现他已经提前收到风声，所以逃往以色列去了。节目一开始来关心的是，前线都在流血，后方却在抢钱，怎么乌克兰的高官是在闷声发国难财吗？大使怎么看？这个就给我们一个解释的空间啊，怪不得泽伦斯基叫他不要打，他偏偏要打，哎，叫他停火，他也不停火。你提什么方案来，他都不愿意接受。连美国的川普总统出面说你没有牌啊，你干嘛一定要打呢？你每天死伤这么多，你干嘛要打呢？那现在我们找到可能答案了，就是原来打仗有这么多钱好赚。哎，如果不打这场战，请问一下，这个泽伦斯基的好朋友明迪奇能赚1亿美金吗？对，凭他的娱乐公司能赚1亿美金吗？他们当时是泽伦斯基只不过是一个喜剧演员啊，对，然后能赚多少钱？对，原来这个这么好赚，1亿美金，这个是天文数字啊。那不过这个从道德角度上来看的话，这些人都应该自杀以谢国人啊，对不对？那个你看前线那些被俘的乌军，他说我已经7天没有饭吃啊，我连水都没有了，对，我现在连弹药都没有，所以我投降了。那俄罗斯每天都要抓这些战俘啊，都放出来给你看啊，都是弹尽援绝。然后这个在俄乌战场现在抓到这些战俘啊，乌军战俘真的蛮可怜的，都是老头子啊，头发花白，然后呢胡子都是花白的，那个都差不多5、60岁了，那种还在战场上拼命，结果没想到泽伦斯基跟他的好朋友还在那边捞钱。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这时候才被发现？因为这个案子调查了1年半了，1年半了，这时候才发现。那我觉得这个中间就是可能有人觉得这场战争该停了，或者有国家认为战争该停了，就是泽伦斯基死不愿意停战，那我就把你的这个底给你掀出来。原来你们在那边大捞其钱，那而且最可恶的是说，怎么可能是案发之前人会先逃呢？对，这种最高机密的事情，而且它本身是一个独立机构。那个泽伦斯基在之前就要废除这个独立机构，那时候乌克兰人民坚决反对，这个调查贪腐的2个独立机构不能够被收并，
那结果还是搞了1年半才能查出来。家里面有这个金色马桶那么多现金，这样子玩法的话，会没有人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还有更高的这个政治阴谋在里面啊。那如果是要泽伦斯基走人的话，那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啦。那不晓得泽伦斯基还能不能继续待下去？那他不待下去，是不是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好，贪腐案爆出来的时机点让人存疑，就是说这个时机点实在太刚好，是不是因为泽伦斯基不愿意停战呢，所以把这件事情爆出来？但是泽伦斯基针对这个贪腐案，他是真的不知情吗？干哥又怎么看？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对核心人马做出切割，也没有跟自己清楚的说明他跟他的关系。那到底是谁通风报信，可以让他潜逃到以色列去的？谁能通风报信？我不说他是共犯，已经对他是客气了，好不好？明迪奇这个人呢，其实老实讲一句他就是一个隐形的人物，他在幕后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有人给他撑腰，就这么简单。你仔细看他在莫斯科的家里被查扣了不是莫斯科那个在基辅的家里，被查扣大笔现金，这代表什么？代表他是冲促逃亡的。不可能，没有人会他可能连保险柜都会清空。对不对？可是他当时急到连家里的钱都来不及走，可见得他没有回家，就连夜就逃亡了，直接坐飞机到以色列。代表什么？代表他接到了这个讯息，已经不足以使他有机会再处理他的财产。所以乌克兰反贪局国家反贪污局这个单位叫 NABU， 这个本来就是准备被泽伦斯基给拿掉。但是因为你在战争期间，你这样做的话会引起侧目，暂时它就停下来了。事实上，这个 NABU 坦白讲一句，他们调查这个案子不是只有1-2年而已，10几年前就开始在调查。那这一次终于有比较新的成果，就代表说什么？代表说他们已经查到了谁？前能源部长哈卢申科已经调查到哈卢申科身上，离泽伦斯基就不远了。这代表说什么？如果都已经查到前能源部长，因为哈卢申科跟以前泽伦斯基就是麻吉啊，对不对？那明迪奇是谁呢？明迪奇就是一个95街区这个公司是一个娱乐公司，乌克兰最大的娱乐公司，等于是经纪人公司啦。那泽伦斯基当年就是在他的旗下出道的，作为喜剧演员，所以跟明迪奇是2个人是非常就是交情是非常好的，也培养出很多乌克兰的那种演艺人员。所以他后来就摇身一变，变成他等于是代表政府，可以跟很多公司拿回扣跟很多公司谈判的一个娱乐公司的负责人，他的角色怎么会转变那么多？那你泽伦斯基就要来接受询问嘛，是不是这样？哈卢申科至少回馈了1亿美金给谁呢？给明迪奇，因为能源的游说。那坦白讲，那钱到哪里去了呢？是明迪奇放在自己口袋里吗？这不可能，你用常识判断也知道。所以我相信泽伦斯基他现在已经面临了什么？面临的内外的压力，双重压力要他可能在这个战事之中做一个决定。还有，他如果说他真的贪腐被人家确认的话只剩下美国老大哥可以帮他了，就看川普接下来的态度是怎么样。我看很艰难的，如果战事再不结束的话，恐怕也保不了泽伦斯基了。好，那另外一方面，这个贪腐案是否也涉及到美国在这个当中呢？因为就在这个国家整个乌克兰在调查贪腐案的同时，另外一间恐怕也有涉案的是一间来自于乌克兰的军工企业。现在说他们邀请了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来担任顾问。意思是说有美国人来当靠山吗？那此刻泽伦斯基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全面的改革，他要整顿国企，但是乌克兰人还会相信他吗？像这个又怎么看？其实对于泽伦斯基，不管他是不是本人，包括他的家族，比如说他的太太，那是不是有涉及到贪腐这件事情？首先我们想说，如果有的话，美国 CIA 怎么手上没有黑料？在川普跟泽伦斯基吵得最凶的时候，你就觉得基本上好像川普基本上都要指出到他讽刺了好几次，就是美国出了那么多钱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暗示性，就在那个边际上。
我其实这个编辑当中是这样子，没有说破啦。比如说，就像北溪2号被破坏这件事情，其实包括德国啊，包括挪威、瑞典，其实都有在追查。特别是瑞典跟挪威已经追查结束了，但是不公布结果。这里头是不是乌克兰犯案的不公布？所以前阵子，包括在联合国中国的驻联合国大使耿爽他特别还提出了说，北溪2号的部分怎么不公布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所以这个里头其实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关键的东西被暗砍。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知道，其实俄乌战争打一路下来，我们印象当中有具体的彻查掉一些至少3波以上。而且当中传的曾经最多的就是泽连斯基的老婆欧伦娜，当时2023年传说她去联合国演说的时候买了卡地尔的100万的不是手表还有收据，当然最后是说很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捏造的，因为那个时间点有传说她在黑海买了豪宅，还是她说买了豪车，各种的泽连斯基的太太。乱花钱这个部分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后来其实你会发现是整个欧美的部分媒体整个晋升哈，不让这个东西继续再被追踪扩大。所以我们想说这里头到底钱花在哪里？这次我们看到的部分，因为以欧盟国家来说吧，不管是美国直接给武器，除此之外也给钱内，因为要知道有些换火箭弹那些其实就是乌克兰他们自己的飞弹制造公司，他们自己做给钱，你们自己做武器，所以这里头才会有这种上下其手拿回扣的概念。所以最近我们都知道庞培欧被请去当一个这个就是乌克兰的飞弹制造商的部分的这个顾问，其实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微妙的哈。与其自己贪，当然找一些人来做维持保护哈，可能也是它的主要的部分的作用。我觉得现在部分贪腐这件事，在自古以来近现代来讲战争，所有的包括越战，任何大大小小战争，无一战争没有不贪腐的。都有贪腐，只是它的严重程度，以及最后通常来讲，比如说在战争失败中，领导人卷款潜逃，你才赫然发现，哇，天哪，原来他污了那么多钱。可是这里头你会看到最大的保护伞是谁？因为绝大多数都逃到美国，所以美国往往其实在所有这些近代战争当中，你最后发现他就是贪腐的总统，贪腐的总统家族。但是逃亡到美国，为什么美国不追呢？因为这些钱全部都带到美国了嘛。某方面来讲，就变成美国的外汇存底了，不是吗？